麻溜的，磨蹭啥呢？南边来的就是矫情，这点血就蔫了，麻溜的没吃饭啊？嘚瑟啥？到东北了还摆谱，在骚方是宝贝，搁这儿就是畜生。你进去给他上药，废物也就配伺候畜生。小子，蹲下，往我左边躲。瞅啥？赶紧的！王彪在外头敲铁棍呢，还以为这老虎能给你配喽呢。你能听懂？别装了，我瞅你眼睛刚才冒金光了都。你叫啥？暴雪，听老辈东北虎说过，能听懂我们说话的，100年出一个。你能听懂我们的话，那你就得帮我们。你个瓜娃子，抢老子花生！你搁那叫唤啥？我搁东北活了8年，抢你花生咋的？有能耐你飞上来抢我啊！啥东北嘛，冷是个县人，我们峨眉山哪得有这么冷？我同你讲啦，不对，我跟你说还不对，我跟你说这儿的天气要冻死鸟的啦！嘴里含啥玩意儿了？说话跟烫嘴似的，嘚啵的，一句也听不懂。我活了90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个白白的玩意儿，这是盐不？不像啊！这破地方，冷死狗了！老子在河北好歹有个狗窝，你咋不说话？我的腿肺跑不动了，他们把我从草原上偷出来，草原的风吹不到这儿。你都听着了吧？团里20多种动物，一大半是从南边被卖过来的，有被偷的，有被抢的，有被主人扔了的，有被打残的。他们听不懂人话，也听不懂东北话。就我搁这住了3年，算是半个本地户口。那老爷子从海南来的，连雪是啥都不知道。昨晚上差点冻死，也没人管。谢谢你啊，你是个好人。这团里南来的北往的，能说上话的就我一个。你来了，就不一样了。白虎在哪儿？沈医生，一路辛苦。白虎在哪儿？江婷，过来，带沈医生转转。你是饲养员？打杂的。白虎的伤口你处理过吗？左前腿陈旧性骨折，后腿鞭伤至少3条，伤口拖太久了，已经化脓。你们怎么照顾的？这丫头片子比你靠谱，你老盯着她愁啥？人家问你话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你在跟谁说话？我问你刚才是不是对着老虎说的？明天我会再来，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女的没糊弄了，不是这女的不好糊弄。想办法，不能让一个丫头片子坏了咱们的事儿。江宁的资料，在我这干了2年，没啥大毛病，就是什么？脑子有点问题，成天对着动物自个儿叨叨，团里人都知道，有时候跟猴子能唠半小时。沈医生，你要是觉得他不对劲儿，正常，我们这儿的人都习惯了。那女的眼神跟猫似的，啥都瞅得贼清楚。那就让他看真相。让他还看啥？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吧？一旦让人知道你能听懂咱们说话，麻烦比现在多100倍。那也比看着你们继续挨打强。他没病。你找谁？找你。我昨天回去查了你的资料，问了你们团里的人，你经常对着猴子自言自语，有时候能说半小时。江宁，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一种压力反应？你在马戏团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所以把动物当成了倾诉对象。你觉得我有病？我没说有病，我说你可能需要帮助。我本科修过临床心理学。那只白虎叫暴雪，长白山来的，母亲被偷猎者打死了，自己被辗转卖了5个地方，5个。那只金丝猴叫阿毛，四川峨眉山被偷的，装在麻袋里运到东北。你知道麻袋里什么感觉吗？他喘不上气，以为自己会闷死。你给他们起了名字，还编了故事。不是编的。你听我说，你的症状比我之前想的更复杂。江宁，他没病，他没病，没病。我不可能信这个，但那只鹦鹉，呢個女的被我嚇到啦，站在欄杆前頭愣了好幾分鐘咧。你沒嚇他啊？那他愣啥？
你让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他会不会来找你麻烦？不知道，但至少有人开始认真听了。赵洪胜，那老东西迟早死我手里。跳，聋了，跳。你干什么？沈医生，这猴子不听话，我教育教育他。这叫教育？旧伤叠新伤，至少3道，你管这叫教育？沈医生，我是驯兽师，这是我的工作，你是来检查的，检查完了就该走了。他天天打我，每天都打我跳不动了他就打，我不晓得还能撑好久。再忍几天，我保证。赵洪胜，那老东西迟早死我手里。就他那德行，抠的跟铁公鸡似的，还天天让我打动物，他自己咋不来打？他打不过那只怂货。等老子攒够钱了，把这批货一倒手，谁还认识谁呀？那声音不是我。你在我背后是这么说话的？啊！我的手！是你让那只鹦鹉干的。他打阿毛的时候没手下留情。鹦鹉是故意在赵洪胜在面前说的。你知道赵洪胜最恨别人在背后骂他。知道。算我一个。赵洪胜让我来检查动物健康，他没告诉我这些动物是被卖来的。我一直在被人当傻子，现在我知道了，就不能假装不知道。一个，下一个赵洪胜。王彪只是第一只跳蚤，你想动赵洪胜，就得先知道我为什么等了你3年。白天你说的那句“下一个赵洪胜”，你怎么知道我能做到？你真想知道？真的。行，那我告诉你，我是谁，从哪儿来的，为啥说你是那个100年才出一个的人？我出生在深山老林，我妈带着我跟我妹在山里活了2年。我记得那条河，冬天结冰，我妈带我们过河，我踩碎了冰，掉进水里，我妈咬着我后颈把我叼上来，她满嘴冰碴子，还是把我叼上来了。后来偷猎的来了，我妈把我们藏在树洞里，自己跑出去引开那些人，枪响了，她没回来。我和我妹被抓住了，关进笼子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笼子，四面都是铁，转不开身。我妹在运输途中生了病，到第一个动物园时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天晚上你被推进笼子，我看到你眼睛冒金光。长白山老辈虎说过，能听懂我们说话的100年出一个。我以为那是传说，但你出现了。我等了3年，等的就是这个。我问你一句话，你会让我们死在这里不？不会。那就行，我信你。你这2天去哪儿了？翻资料、翻书、翻我所有的观察笔记，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做一个测试。3只动物，我提前记录了它们的健康状况和行为特征，写在这里，没有人看过。你蒙住眼睛，在看不到动物的情况下，说出每只动物的情绪、身体状况和它现在最想说什么。3只全对，我就信你。错1只，我给你联系省精神卫生中心。不用蒙，开始吧。阿毛今天心情不好，大嘴又偷了他花生，他在骂大嘴是长了翅膀的贼，偷了3次，攒的花生全没了。第2只，刘星不是心情不好，他在担心，右后腿今天比平时更疼，因为要变天了。旧伤的骨头比天气预报准，他怕的是以后都不能跑了。第3只，他眼睛咋了？懵了。测试。你还在觉得他有病没？问他，他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回广州。老主人在花鸟市场后面那条巷子里，门口有一棵大榕树。老主人每天早上给他换水，下午带他晒太阳。被偷走那天，老主人正在给他换水，他没来得及说再见。3只全对，你通过了。合作，我负责官方层面的调查和执法联络，你负责收集动物们知道的线索和证据。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不科学的事。以后还有更不科学的，等着呗。我早晚会搞懂的。我昨晚想了3条线：第一，证据，赵洪胜的账本、交易记录、通话录音；第二，人证，能证明这些动物来源非法的证人；第三，执法，等证据齐了，一次性提交。这3条线我一个人做不了，我需要你，需要他们。集合！来着来着，喊啥子喊？来了嘛！说吧，又干啥？此地哪能干我做了？5家地方都没有。活录音机，赵洪胜打的每一通电话，见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字，他都能复述。录音呢，我录着呢。阿毛，
有12只老鼠情报员，钻墙打洞，每句话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赵洪胜办公室所有东西，老鼠都能摸到。通风管道、天花板，我们哪儿都去得到。他藏啥子都没得用。墨斗、流浪猫群，前后门各1只，厨房1只，屋顶2只。有可疑的人进来，第一时间就能知道。赵洪胜养的那条看门狗是个傻子，连我进他办公室他都不知道。牛奶，新加入的，负责所有需要不被注意的环节，没人会对一只猫起戒心。侬帮帮忙哦！啥叫一只猫？我是波手猫，好吧？这是流浪期间没条件保养。翻译。蹲赵洪胜办公室窗口，所有电话内容全部记下来，尤其是提到货、买家、运输这些关键词的。交给我。他今天中午吃韭菜盒子，到现在还有味儿呢。不用你教，哥们儿干这个比吃饭还熟练。牛奶，你没有具体任务，整个马戏团你随便逛，回来告诉我哪里。自由行动，我最拿手。1个小时后回这里汇报情况。赵洪胜接了一个电话，对方叫坤哥。说周末有一批货要出，赵洪胜说老地方准时这4个字。坤哥是谁？暴雪提过，李坤，手上有象牙戒指那个，身上有血腥味儿。一辆黑色路虎停在后院，副驾坐了个戴眼镜的，下车进赵洪胜办公室了。车牌号是 J8，后面4个8。这个车牌我托人去查。我去过厨房了。你们团的厨子卫生习惯哪能介差？太龌龊了，我没进去。东西可能藏在那个隔间里，我们需要林小雨的支援。他在省动物保护组织有和执法部门直接联系的通道。什么时候行动？等情报足够，证据成列，一次收网，把他拿下。距离暴雪被卖走只剩18个小时。话痨录到了赵洪胜今天下午的电话，周末那批货提前了，明天晚上李坤亲自来验货，一次性带走暴雪和雷欧。那就明天。我已经联系林小雨了，他会带执法队在外围等信号，我们这边一乱起来他就带人进来，关键是时机，不能早不能晚。你通知暴雪了吗？还没，现在去。明天。明天。所有动物都知道了。阿毛的猴子群负责装病，明天调查组一进来，全部给我倒地上。话痨负责播放胜和李坤所有通话录音，大象负责刑具展示，墨斗负责断电。牛奶带着猫群守外围，有想跑的，猫群会拦住。每只动物都有任务。明天这个时候，要么都在笼子外头，要么都在笼子里头。谁搁那儿呢？我复查白虎的伤口。这么晚了还在查？白虎右后腿下肘有轻微炎症，我的工作要求严正跟踪观察，不管几点。你要看记录数据吗？不用了，早点歇着。这丫头片子反应够快，是块好料，能成事儿。暴雪夸你了。夸什么？说你反应快。是块好料，被一只老虎夸了，这辈子值了。今天一个都没别想带走。各位领导，欢迎莅临检查，我们这都是正规经营。带我们看所有动物，全部。这些猴子怎么回事？那广州来的小宝贝儿，你赶紧找下家，得值老鼻子钱了。把狮子准备好，买家从龙城来，你别迟到。什么演艺证明？我后边有人，不用你管。把它打下来，快把那只鸟打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呢。不是我，这不是我打的。他刚才说他上面有人，让你等着。侬帮帮忙哦，搿地方比马街的还龌龊，我的毛要毁它了呀！我这辈子最恨的不是拔我牙的人，是发明冷这个东西的人。大嘴身上真暖和。闭嘴，睡觉。那小子2天没睡了，让他去找地方，找不着就别回来，非得自个儿扛着。随他去吧，年轻人不扛一扛咋长大？姐夫，就是这儿。给你麻利点。
姐夫，咱这样弄会不会多行不义必自毙？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啊？没胆量哪有产量？上！哎呦，咋了？鬼叫啥？啥玩意儿这么热乎？花松，那他妈是死！等我这个老兵死了，这些畜生都是你养的？不是养的，是救的。我姓周，年轻的时候个农场空了好几年了。你先带他们过去，别让畜生揍死。今天打了几个？8个，加上昨天20多个。收容所、动物园、私人救助基地都说养不起。暴雪是东北虎，国家1级保护动物，应该被送回长白山保护区。但暴雪的来源是非法的，没有合法身份。现在官方渠道都要求来源合法。我们会找到地方的。我知道，只是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山脚下30亩地空了10年，你敢不敢把他们带回家？3年了，原来泥土是这个味儿。这地方能住吗？能，比仓库大。是泥巴，真正的泥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真正的样子，不是在笼子里，不是在水泥地上，是站在属于它的土地上。我勒个去，这么高！以前最高只能爬到铁栏杆顶儿，现在有一整棵树，一整棵。破是破了点儿，但是风水好，南北通透。这地方需要全面清洁、消毒、重新粉刷，但是阳光不错，我决定留下了。好，这就是东北的农村，是，挺好的，比笼子大。13年，第一次在太阳底下睡觉。这几袋玉米是喂猴的，干草给马铺窝，猪肉。这老头身上有火药味儿，不是子弹，是鞭炮。他以前过年的时候肯定爱放炮仗。吃吧，明天我再去买。明天全部拍片儿，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对你们做过什么。这些不是意外，每一道伤都是人干的。一只一只来，你负责翻译，身体检查我来，心理评估你来做。从谁开始？暴雪，陈旧性骨折，断部肌详愈合。当时如果及时做内固定，不会留下这么严重的跛行。这伤至少3年了。他说闭上眼睛就会梦到他母亲，在树洞里推他，让他快跑。无所谓，反正现在能走路。左前腿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建议长期心理观察。拔牙后没有处理，伤口感染过，现在还有慢性炎症。在缅甸肿转站拔的，没有麻药。3个男的把他按在桌上，他咬了一个人的手，那个人用老虎钳夹住他的头。这女的爪子不良，比保温灯暖和。不是摔断的，是钝器打击导致的粉碎性骨折，断部错位愈合，骨髓腔里有金属残留，需要重新做手术。手术很疼，恢复期很长，但做完之后，你有可能重新跑起来。做。我想再跑一次，哪怕只跑1次。鞭伤、骨折、烫伤、拔牙、营养不良、肌肉萎缩，这些动物伤没有一道是意外，每一道都是有目的的伤害。我学了6年兽医，没有人教过我怎么面对这些。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怎么扛住的？没扛，是他们帮我扛的。暴雪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反抗，雷欧说别发愁，牛奶说他被丢了3回，还是决定再信任1次。他们比我难多了，他们都没放弃，我有什么资格扛不住？那就继续查，这些伤不会白受。怎么了？狗叫，不是正常叫，是惨叫。我没听到。在山那边许多只。你来晚了，我杀了7个兄弟才活下来。你要是来救狗的，先看看这里还有几条是活的。你叫什么？黑风，吉林来的。断耳是撕裂伤，不是捡的。肋骨至少有3根畸形愈合，后腿有金属植入物残留，可能是之前骨折被用最便宜的方式处理过。你谁呀？谁让你们进来的？省动物疫控中心，我在做辖区内养犬场所专项检查，你有养犬许可证吗？查证的。好，慢慢查。我这儿的狗都有证，不过查证之前，你先把你们怎么进来的说清楚。我这门口可挂着闲人免进。我们走。
下次来记得先敲门。胡三，42岁，3年前因故意伤害被拘留过。受害者是一个去他狗场买狗的人，鼻梁骨折加脑震荡，后因证据不足没起诉。那个斗狗场至少存在2年了。明天10点，我拖住胡三，灯一灭，黑风负责咬开所有笼子。明天上午，我以省疫控中心的名义正式约谈胡三，要求现场核查所有犬只来源证明和检疫记录，查到证照不全，狗场就得关门。我在里面拖住他40分钟，你带黑风从后山绕到侧面，墨斗和大嘴在外围放哨。黑风知道电闸在哪儿，拉闸之后全场断电，黑风咬开所有笼子，警察会在外围等我的信号。胡三又不是傻子，你一个人在里面能拖40分钟？我带了120页需要逐项核对的表格，够他看到眼花。你以前没骗过人，以前也没人逼我骗人。都在这儿，沈医生，我们这儿都是合法经营。所有犬只的档案、来源证明、检疫合可证、养犬许可证，一样一样来。这条比特犬，档案上写的是自家繁殖，但它的耳标是四川某个养殖场的编号。跨省运输的检疫证明呢？这个可能文件太多放混了，我再找找。我办公室里那女的还在翻文件，胡三脸都绿了，外围2个手下在门口抽烟，没看后头。这根咬断它就全黑了。怎么回事？店长呢？动手！所有伪造的检疫证明、非法购入记录、未申报的跨省运输单据都在这里，够判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就几只吗？本来10几只，有几只轻伤的已经被领养走了，剩下的都是重伤。这个得轻松。方婷，生理盐水。这些狗在马戏团的时候至少还有人喂，斗狗场的狗打赢了才有饭吃。这只土狗是陪练，被用来给斗犬练习咬合力，身上这些伤都是被反复咬出来的。骨钉断裂，周围慢性炎症，这个得手术取出来。无所谓，以前更疼。这根钉子是被胡三打的，他说好狗不怕疼，我当时没叫。他把钉子敲进我腿里的时候，我也没叫。他说不急，你先处理其他狗。这批狗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全部康复，有3只需要做手术。方婷已经申请调到镇上兽医站，以后每天能来帮忙。周大爷明天拉水泥来修新狗舍。你倒是安排的挺快。不是我安排的，是暴雪。他说新来的狗没地方睡，让周大爷多拉2袋水泥，以后不用再打架了。那我该做啥？看门，农场缺一个看门的。这就是你们说的地方。你怎么来了？之前打电话你没说要来，因为我说了你就不会让我来。我申请了半年外勤，斗狗场只是冰山一角。胡三的狗是从一个叫铁笼的网络买的，遍布5个省7个转站，我已经追了半年。7个转站，从东北到西南覆盖5个省。野生动物被偷猎后集中到这些地方，分拣暂存，伪造检疫证明，然后发往自嘴柳的下游买家。这个网络叫什么？铁笼。头目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但所有中转站的运输车辆都挂靠在同一个货运公司名下。公司法人叫李坤。李坤，如果能抓到他的证据链，就能撕开整张网。别查了，再查，下一个就是你。之前也收到过。上个月我在第2个中转站调查的时候，车停在旅馆门口被人砸了，没抓到人。黑风，从今天开始，他去哪儿你去哪儿。这是斗狗场救出来的那条。对，现在负责看门。行，以后跟着我。别过来！我偷了你们的鸡，但我不白偷。我知道一个矿洞，里面关着很多大牲口。他说知道一个矿洞，里面关着很多大牲口。有只狐狸偷了鸡，他说附近有个矿洞，关着大型动物。附近有3个废弃矿洞，2个在90年代封了，1个没有任何记录。如果燕尾说的是真的，这个矿洞可能是铁笼的第8个中转站，专门关大型动物的。什么时候去？现在。黑风，矿洞在矿场最里面，洞口被铁栅栏封着，他带路。但先说好，鸡的事儿一笔勾销。鸡的事儿一笔勾销，走吧，鸡算你欠农场的，以后慢慢还。妈妈，起来，我饿了。正门进不去，那2个男的成天在这守着，还有一条看门狗，是狼狗，凶得很。
不过他不认识通风口。这根是我上次挤断的。我进不去，你们进去，我在外边接应，有动静我叫。柴油和动物粪便，这地上铺的是稻草，跟马戏团用的那种一样。前面就是主矿洞，我之前就是关在那里面。那只母狮腹部有剖腹产痕迹，应该是怀孕时被捕的，在转转站生产，手术环境极度恶劣。黑熊的左前掌是被利器切断的，不是陷阱，是人为。母豹死了，至少2天，腹部有淤血，是被重物撞击导致内出血。妈妈，起来，我饿了。外面那2个男的站起来了，好像在打电话。守卫换岗，手电筒往这边扫了一下，没发现你们。时间不多，所有动物的种类数量、伤势都记录了，够立案。再等1天，我接你走。证据够了，明天收网。明天这个时候，这些笼子都会打开。里面有多少人？2个守卫，1个头目。动物在第2层主矿洞，入口处有铁弹没锁。别怕，我来了。你妈不在了，以后我罩着你。他叫什么？你在车上说的。我刚才没说。说她小，又是雪地里救的，叫小雪。小雪，抓我没用，上头还有人，你们惹不起。赵洪胜也是这么说的。上车吧。走了。你也会不要我吗？妈，别走！从昨天到现在什么都没吃，羊奶不喝，肉泥也不碰，再这样下去会脱水。怎么办？一个南方豹子被东北虎养成了东北豹，说话都带大碴子味儿。我活了13年，头一回见到这种事儿。来，跟我念：嘚瑟，舌尖顶住上牙膛，嘚瑟，嘚瑟，不对，短促有力，你那个太面了。嘚瑟，哎，这就对喽，妥了。再来一句。你瞅啥？你瞅啥？这正常吗？在这儿正常。暴雪以前有过孩子吗？有过，在长白山没活过第1个冬天，累死的。那时候被关在套在笼子里，啥都做不了。暴雪把小雪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是，小雪也把暴雪当成了妈妈。今天早上小雪叫暴雪，她叫的是妈。刘星的术前检查做完了，手术方案明天出来。如果成功，他有机会重新跑起来。手术有机会让他重新跑起来，也可能让他再也站不起来。骨钉取出来了，骨髓腔清理完毕，开始内固定。手术成功，等麻醉醒。我的腿还在不在？还在，手术很成功。那就行。肿胀基本消了，今天可以上草地，先慢走，再小跑，不要太久。第一次20分钟。草原回不去了，但这里也挺好。草不一样，风也不一样，但跑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的腿可以再跑5年，我保证。4年前他的腿被打断的时候，那些人觉得他没用了，换一匹年轻的，比治一条残废的腿便宜。4年后他又跑起来了，那些打他的人现在在哪儿？王彪在拘留所，胡三判了。那就行。大嘴，你有偷花生！热闹，比马戏团热闹多啦。真好。你那爪子不行，剥个花生跟绣画似的，老半天了。你瞅我的，不是给你的，是还你的。上次偷了你3颗，还1颗，算你有良心。他们俩天天吵，天天好，跟俩小孩似的。幼稚，你说谁幼稚？俩都幼稚。都给我消停！为啥每天都要检查柱子？围栏又不会跑。在斗上没有那天是松了袖了，松了袖跑就得死在笼子里。这儿没有笼子，知道，但还是想检查。这根没有问题啊，本来就结实。那明天问那边那根，那边那根旧。侬这杠的，眼睛长在后脑壳上了是吧？按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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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真没看见。走路看道，
踩谁不好踩他。我又没让侬帮忙，我也没帮你，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这才叫家。家是啥？有东西护着的地方，就是家。笑什么？没笑。你嘴角是弯的，这些动物比人更会过日子。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上面有受用麻醉剂，有人来踩点了。这狗真壮，是杜宾吧？你好，你好，我们是自驾游的，从吉林过来，挺好奇的，能进去看看吗？农场不对外开放，随便看看就走，拍2张照片。行，不打扰了，走吧。不是游客，鞋底有血腥味儿，不是人的血，屠宰场的血，还有工业消毒水的味道，手上也有。那个想摸我的男的，虎口有老茧，不是拿相机拿的，是长期握铁轨磨出来的。确定？在斗狗场胡三身上就是这种味道，屠宰场消毒水、铁锈一模一样。用假名租的，身份证号上面是别人的。受用麻醉剂不是普通受用，是管制药，说明哪一选都碰过麻醉剂。用这种麻醉药的人有兽医背景或者相关专业知识。李坤手下有这种人吗？他们还会再来。你觉得是李坤？不管是谁，这个农场里没有一只动物是能让他们碰的。从今晚开始布防。麻醉剂残留证明他们已经来踩过点了，下一步就是动手，我们只有提前布防。墨斗带猫群控制外围1公里，提前5分钟预警，能搞定吗？5只猫3个方向够用了。院子大门是黑风，馒头辅助。俺后山收回了，俺木嫂早点了一个名去，俺也叫。周大爷的猎枪放在门后，枪是最后防线，不到万不可以不许用。镇上能买到的东西我都买了，够1周。外围情报我来盯，省里已经备案了，执法部门最40分钟能到，这40分钟得靠你们自己顶。你们搞得跟要打仗一样，不是要打仗，是要让来的人知道这地方不好惹。你一晚上没睡？睡不着。当初在马戏团你也是这样，翻资料翻1宿。以前觉得你较真儿，现在呢？现在觉得较真儿也挺好。别说没用的，帮忙布防。妈，去哪儿？后山，以后这几天你跟着我，寸步不离。会有人来欺负我们吗？会有人来，但不是来欺负我们的，是来找死的。救命啊！这老太太比黑风还凶。布防计划第1条，先把馒头拴好。王婶儿，怎么了？你养的这傻狗把我鸡窝踩塌了，3只母鸡吓得不下蛋了。算了，你们农场帮村里干了不少事儿。上次我家羊丢了，还是那条黑狗找回来的。我明天鸡窝不用了，我家老头子会修。看好你这傻狗，鸡就别让它再往我家跑就行。我睡不着，给那傻狗吃的排骨炖豆角，我早上5点起来炖的，别让别的狗抢，就给它。下次再踩我鸡窝，我真炖了它。我说到做到，骨头别让它吃太多，不好消化。这老娘们人真好，她追俺的时候还以为要挨刀了，原来是要给俺炖排骨。下次再踩人家鸡窝，我帮王婶揍。你笑了？没有。明明笑了。没有。这俩跟我家那2只猫一样，一个追一个躲。侬懂啥？这不叫躲，这叫还没到时候。我真的能一直护住他们吗？矿洞头目说上面还有人，赵洪胜也说过，咋还不睡？我们端掉了马戏团，端掉了斗狗场，端掉了矿洞，每次都有人，上面还有人，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难搞。我一个人带着一群动物能干多少？你是不是从不努力燕尾给我们加毛？是他们自己救了自己。后来斗狗上的黑风自己咬开了所有笼子，这些动物碰触着等着被救的受害者，他们一直在战斗。我也怕，但怕也要做，因为如果连我们都不做，就没人做了。我被关在笼子里那3年，每天只做一件事儿，活着。现在那一天来了，不是一个等一天的那一天。你帮了那些动物，现在所有动物都在帮你，你不用啥都扛在自己身上。那就继续，天亮了把围栏再修1圈，修2圈。好，明天我画图纸。江宁，你当初在马戏团对我说的第1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现在你知道怎么回答了。这丫头片子比你靠谱。我知道。虎和狮子我都要。虎和狮子我全要，价钱你填。我的家人不卖。年轻人，别把话说死。这年头啥都有个价，2只大猫留在农场是2张嘴，到我手里就是2棵摇钱树。你省钱，我赚钱，他们也有个好去处。不只是屠宰场那种，是活的动物被放血的那种味道。庄子上那里住着，不比这破农场强。不卖。这里是私人农场，不对外开放。另外，你的车压到了我们监测区的红线，请退回去。这位是沈医生，农场兽医。行，那就不打扰了。想通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还会再来，下次不会这么客气了。那下次他来的时候，农场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标记踩点的人留下的。让他们来。外围橘猫回来了，3个人从后山摸过来，没开车，步行，手里有麻袋和铁棍，大概10分钟到。待着别动，俺害怕，怕就站我后面。带方婷和林小雨待在木屋里，锁好门。哎，不管了，快跑吧！没骨折，软组织挫伤，明天可能会肿。没事儿，不疼。你在哭？没有，下次我会咬死他们。没有下次。今晚发生的都录下了。林小雨已经把证据提交了。李坤以为他可以不露面，但他手下穿的这双鞋，鞋底花纹和上次在农场门口采烟头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天一亮，我们送李坤进去。泥土里的麻醉剂成分和上次烟头上检出的完全一致，同一种管制束药，同一个批次的杂质特征。上次在农场门口采烟头的那个人，左脚鞋底有一处磨损缺口，这只鞋同一个位置，同一个缺口，3次提到坤哥，时间、地点、报酬金额都跟李坤的行动模式对得上。租车人身份证号码和李坤货运公司一个司机的身份证号一模一样，麻醉剂残留证明有预谋，鞋印比对证明叶袭和踩点是同一批人，录音证明幕后指使是李坤，3条线同一个人，够立案了。再见。李坤在审讯中可能会供出上级，他这种人不会自己扛，为了减刑什么都会说。不管他供出谁，一层一层来。抓我算什么？真正给铁笼撑伞的人叫沈万军。沈万军，55岁，市政协委员，省内12家公司的法人代表，3届省级慈善之星，去年捐款排名全省前10，表面做房地产和物流，名下有3家物流公司，全部有跨省运输资质。暴雪，那批展品就是他，不是广州动物园卖出来的，是沈万军的物流公司从南方运到东北，赵洪胜签收，整条链条都连上了。暴雪说他是从广州动物园被卖出来的。广州动物园可能只是中转站站史最小的一个节点。我追了这7个点大半年，每一次查运输车辆都是挂靠在这3家公司名下。赵洪胜的马戏团、胡三的斗狗场、大兴安岭矿洞，全都是沈万群网络的下游分销点。沈万群认不认识赵洪胜？这个老人是我导师，我实验室那台最贵的仪器就是沈万庚捐的。导师一直以为是合法资助，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实验室墙上。他拿我导师当洗白的工具，用捐给学术机构的钱掩盖走私动物的账。这种人最难动，他在省里人脉极深，保护伞很可能是退下来的老领导。之前每次查到他关联的企业，案子就会在某个环节被压下来。李坤的供词是突破，但光靠供词不够，需要更直接的证据，账本、通话记录、运输单卷，能证明他跟中转站直接关联的铁证。那台仪器，我在导师实验室用了整整3年。暴雪、黑风、话痨、燕尾。会所内部有猫，牛奶可以混进去，不会引起怀疑，没人会对一只白猫起戒心。可能会有危险。别墨迹了，我不去谁给动物处理伤口？你连暴雪的消炎药都忘了喂。这丫头片子记性真好，确实没喂。让我猜猜，你要出远门让我看家？对，放心去吧，这院子我罩着，狮子不发威也别当它是病猫。家里有我在，你们放心去。你这几天都没睡好，黑眼圈快赶上黑风的毛色了。老东西，别死！我还没活够，非洲的太阳都熬过来了，东北的雪也熬过来了。等你回来，我还趴这晒太阳。早去早回。走吧。3年了，第一次主动离开这个院子，不是为了逃命，是为了追。那台仪器是我实验室里最好的一台，我用了3年，标签上写着万军集团赠，
我以前觉得这个企业家真有社会责任感，现在才知道那笔钱来自哪里，每一分都是动物的命换来的。该羞愧的是沈万军，不是你。我导师快退休了，一辈子教书做研究，没拿过任何不正当的钱。去年沈万恒请他去参加那个动物保护论坛，他高兴了好几天。回来之后把那天的合影打印出来贴在实验室墙上，逢人就说自己的研究终于被社会认可了。他不知道那只是沈万恒给自己贴金的手段。准备怎么办？如果为了导师的名誉隐瞒这件事，和沈万军有什么区别？导师教我的最后一课，数据不能造假，这一课我不敢忘。你导师没教错人。开始了。那批货今晚必须送出去。沈万少杰，哥们儿，打听个事儿，2楼那个男的，你谁呀？这片是我的地盘。路过。沈万恒是吧？这会所每天晚上都有车来，后院有个小门从来不关紧，是厨房倒垃圾用的，没人管。燕尾搞定了，后院有小门。李坤进去了，他那张嘴扛不了太久。云南那批货提前出，渠道先关3个月。谁挡我的财路，我就让谁消失。云南那批货提前出，渠道先关3个月。谁挡我的财路，我就让谁消失。够不够？够了。云南那批货出关渠道，加上李坤供出的物流网络，加上暴雪那张运输单，这条证据链够完整了。林小雨已经联系了省森林公安，联合行动定在3天后。这趟没白来，明早收网。你就是那个姓江的？对。全对了，账本、运输单、通话记录加上话痨录的那段，沈万磊亲口说的云南那批货提前出，渠道关3个月。7处中转站查封的所有动物都跟他的物流编号对得上。沈万军认了吗？他不认，但证据认。罚款金额够他破产3次，刑期够他把牢底坐穿。赵洪胜说过上头有人，李坤也说过，现在这个人也被抓了，可能还有，那就继续追，追到没有人为为止。回去了。回来就回来，小点动静。老东西还没死，还没看你把那帮人全咬死，我不舍得死。导师还有1年就退休了，现在他被调查，声誉也会受影响。等案子结了，真相公开了，大家会知道他是被骗的。那他这一辈子最后1年就是在被调查中度过的。你导师说他最骄傲的是教出来的学生敢跟他说真话，这句话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你没替他藏。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沈棠，谢谢你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这句可以，比第一次强。那2个怎么还不下来？男的刚才说了一句人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是新的，磨叽了一路，总算开窍了，总算说了一句人话。邮窗是老城区邮政所的，沈万军物流公司总部就在那个辖区。公司财务主管在沈万军手下干了5年。上个月他老婆在省城被一辆套牌车撞了，3根肋骨骨折。从那以后，郑主管才想反水的。敢不敢信他？不敢。但他老婆被撞是真的，他要保护也是真的。可以不信他的人品，但可以信他的恐惧。我老婆的车祸不是意外，他们在灭口。沈万恒的账本在哪里？进入档案室，进门左壁3排后面有个夹墙。为什么不早交出？我怕沈万恒背后有人，能压事儿的那些人现在还在位置上。你现在还来得及。我女儿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从来没敢告诉他。那你以后可以告诉他了。你说你帮他们抓住了沈万恒。接到举报，我们要查封这里。谁是负责人？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养殖。根据规定，立即停业整改，所有动物限期转移。我们被封了，郑主管的账本就没人敢碰了。这农场是我名下的，手续齐全。要查封，先拿法院判定书。老人家，我们只是执行者。程序规定，整改通知下达后有15天申诉期。今天是第1天，15天后再来。老人家别激动，没激动，就是屁股沉。今天不想挪地方。这娃帮过俺们全村，丢的羊他找，被蛇咬的他治，冬天路坏了他修。你们要封，从俺这把老骨头身上踩过去吧。根据最新指示，农场暂不执行停业整改，等进一步调查。还会再来。郑主管您账本里不只有沈万恒的名字，他退休之前签过的字、批过的单子全在账本上。找到了，叫孙卫东。孙卫东，67岁，3年前退休。退休前签的最后一份批文是沈万坑的跨省运输野生动物特许行权的批文。这次不防守了，我们主动出击。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提交证据了？还不行，所有的钱只交手他女婿的公司，除非让他亲口说出“我保你，我来处理”这种话，否则现在的证据链在法庭上行不通。沈万恒和李坤都进去了，孙卫东现在肯定如坐针毡。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有人想翻案，他一定会动。派话痨去监视他。我先放出农场停业整改消息，误导孙卫东，再由江宁带走牲畜，谎称赴省城上访取证，逼他急于摆平。最后等他托关系施压，话痨录下口供。他退休已久，人脉不稳，慌乱之下定会出错。录音呢？我录着呢。有把握。又出门，这次又去抓谁？抓最后一个。抓完赶紧回来，这院子我一个人守着太无聊了。这次不是防守，是进攻。明天我要那个农场彻底消失。那个农场的事儿压下去了没有？那个姓姜的，这个人得摁死。一个小农场想翻沈万军的案子，不知天高地厚。李坤进去的时候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但账主本不能流出去。你帮我去查一下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了解一下，保他不是白保的，让他在里面把嘴闭紧。我女婿那家公司的账目你想办法帮我平掉，那3笔转账不能再留了。你怎么在这里？路过，听到有人打电话提到我名字，上来看看。年轻人做事别太绝，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孙先生，刚才那通电话话痨也录了一份，3笔转账，你女婿的公司，郑主管的账本，加上你刚才亲口说的保他不是白保，够不够？他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手在抖，杯盖碰了杯子3次，一次比一次响。完事了，完事了。这一仗打完，上面就真的没人了。那就打完。最后一份录完了。孙卫东进去了，转账记录加亲口承认，零口供也能定罪。省里已经启动了全部涉案人员的倒查，从偷猎到运输到下游买家，整条链条全部进入司法程序，一个都没跑掉。都抓了，都抓了。从长白山到这里换了5个笼子，等了3年。回家。坏人抓完喽，回家吃饭喽。饿扁了，回来喽！走。江宁，从马戏团到斗狗场，从矿洞到会所，我不走了。不是因为动物，是因为你。你倒是追呀！我导师今天打电话了，实验室的经费恢复了，那笔捐赠跟沈万恒的个人账户无关，属于正常的学术暂储。那台仪器不用封存了。沈棠，一开始你觉得我有病，现在你跟我一起坐在山坡上喂蚊子，
谢谢你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我该谢你。我学了6年动物行为学，一直以为能掌控一切，直到遇到你。那俩又咋了？不知道，但这回好像不太一样。终于，怎么了？我录了，我都录了。闭嘴！都过来，快！跑回去太远，先去那儿躲着。里面没位置了，我进去太挤，我在这儿正好，门漏风，我堵着。睡吧，雨停了我叫你。我在这儿，睡吧。这俩总算消停了。谁？棚子里那2个，追了大半年，今天不用我操心了。雨停了，我们走吧。怎么了？他剩下的时间可能按天算。明天要是叫不醒我，就别叫了，让我多睡会儿。为啥要多睡会儿？雷欧爷爷，给我讲故事好不好？河马过河的时候，鳄鱼在水底下等着，只露出2个鼻孔。河马看着笨，其实比谁都狠，一口能把鳄鱼咬成2截。非洲的太阳比这儿大2圈的。你见过河马吗？见过，还跟他吵过架。你想吃什么？今天可以点菜。肉肥一点的那种。好。这地方不错，有树，有草，有夕阳，有只东北虎给我当兄弟，有只豹子认我当爷爷，有个人能听懂我说话。在非洲活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老东西，别死。非洲有个习俗，女的在重要日子会穿白裙子，新娘穿白裙，整个部落围着篝火跳舞，好看。等那俩办婚礼的时候，替我看2眼，自己看，我尽量。明早要是我没醒，替我看看太阳。爷爷不说话了。他在睡梦中走的，没有痛苦。这棵树会长大，比我们都活得久。以后别的狮子来了，能看到这棵树。爷爷去哪儿了？去非洲了，他一直想回去尝尝佩奇的荔枝。那他吃到了吗？想拽了。爷爷是不是不会回来了？他没走，就藏在这棵树里。往后树长出新叶，便是他睁眼望着我们；收出新枝，便是他伸懒腰。那他怎么看夕阳？这棵树每天傍晚面朝西边，夕阳照在树叶上的时候，就是他在看。这是什么树？金荷香，非洲常见的树种，网上买的种子，不知道在东北能不能活。等它长大，雷欧就能看到2棵树了。对，一棵东北的，一棵非洲的，跟它一样。先救里面的村民！狗娘养的，偷狗偷到我头上来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给我拿下！警察，误会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不知道几位大驾光临，应该早点去迎接才是。从现在开始，这里所有犬只全部交由我们处理。后退！干什么？还不去把狗都放出来！
收回救援了，一会儿去。哼，几只蚂蚁而已。青海端了个非法藏獒场，30多只藏獒被铁链锁在水泥柱上，拴了1到5年。多级情况最糟，铁链嵌进皮肉，取下时连皮带肉扯下来，外伤虽愈，但是人一靠近3米内，他就撞墙。这里是不是另一个笼子？不是笼子，是家。你是第一个不用铁链的人，我的命是你的。又一个，这辈子没见过铁链的人，把被铁链拴了3年的人给放出来了。谁是被铁链拴了3年的人？笼子里那个，还有里边那个。明天跟我巡逻。你为啥每天都要检查那些珠子？不是笼子，是围栏。在斗狗场的时候，每天都要检查笼子，看哪根铁丝松了。现在不检查笼子了，检查围栏。这儿没有笼子。知道，但还是想检查。我能跟着走一圈不？这里风大，冬天会结冰，得检查柱子底座有没有裂缝。明天同一时间，别迟到。黑风有徒弟了，徒弟是啥？就是有人开始学你做的事儿。黑风的徒弟是那只藏獒。那我呢？我有徒弟吗？你的徒弟还没出生。那我以后也收徒弟，收一只比我还小的豹子，也教他看夕阳，教他别嘚瑟。行，等你长大了再说。这只猫被人用开水烫过，在我家后院发现的，脖子上有勒痕，带过项圈，项圈太小勒进肉里了，是被人扔掉的。能收不？以前的主人嫌我打碎了一个碗，用开水泼的。侬背上就把我从啥人弄出来？说很臭，是白吃喝还砸东西。搿只擦猪真的不是人。听好了，侬那个药膏可以抹了。姐姐别再骂了。为啥？你骂人的时候手在抖。没抖，侬看错了。得把它起个名字。明朝我带你认识里的搿搭最凶的那位。最凶的是啥？不是那个，不是凶獒了，是凶欺负我们的人。等弄好了，侬教侬哪能骂人。不要怕，搿是暴雪阿姨，农场里谁都怕她，对她谁都不鸟。你刚才是说谁母老虎啊？侬是白虎，本来就是母老虎。它心情好的时候会咬人吗？底子不错，就是营养不良加长期应激反应，养2周就能好。得给它取个名字。你取，别叫灰球就行。上次那只兔子，你管人家叫灰球，叫了3天才发现是母的。灰灰，那不还是灰球吗？少一个字儿，不一样的。灰灰挺好，以前的主人叫我喂。树上蹲的那个是阿毛，四川来的猴子，剥花生是一绝，骂人也是一绝。旁边那个黑的是大嘴，长翅膀的只，偷了阿毛3年花生，但每天傍晚会咬一颗野花生放在天门口。他俩是不是在谈恋爱？不晓得，反正挺默契。黑风、杜宾区，每天晚上绕农场走12圈，每根珠子侪检查一遍。救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但伊讲没来子。伊的耳朵哪能啦？被人剪的，那个人已经被抓进去了。那伊还疼不疼？疼，但伊从来不伤。别嘚瑟，再来一碗。这里也是家吗？明年还能看到吗？能，以后每年都能。这叫啥？这就是家，不是因为有房子，是因为有人在。这是你今年的压岁钱，别再踩我鸡窝了，再踩明年压岁钱取消。这是什么？搿是过年，人到了一年最后一天，要贴红纸、放鞭炮、切好多外。为什么要放鞭炮？为了吓年兽，但我年年没见过年兽长啥样，可能年兽根本就不存在。这农场是村里的，江宁是村里的人，沈医生也是。以后谁再找农场麻烦，就是找全村的麻烦。这是啥？过年，人过年，俺们也过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是什么？这是花，在天上开的花。这是我第一次过年，以前的主人过年把我关在阳台，隔着玻璃看过烟花，听不到声音的。以后每年都在能听啊。春天来了。
动物城，行，这名字配得上这院子。草的味道变了，是活的，不是去年那种枯的，是新的，跟呼伦贝尔开春的时候一模一样。太阳终于有温度了，不是光，是热，暖和，跟缅甸的春天有点像，没那么湿，但差不多。老爷子活过来了，过了一个冬天没吃东西，差点以为他要冬眠一辈子。90多年都过来了，一个冬天算什么？春天来了，再活1年。该给农场换个新牌子了。换什么？门口那个周家农场还是周大爷当年挂上去的，字都褪色了。动物城不是谁的农场，是所有动物的家。动物城是啥意思？就是有东西护着的地方。那不就是家吗？对，一个意思，换了个名字而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没少，都在，动物都在，人也在，以后还会来更多的动物，更多的人。我要把他们的故事都记下来，记满60集。在想什么？在想刚来农场那天，宝雪第一次踩在泥土上，声音抖了。我认识她那么久，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抖。有杏树以前最高只能爬到铁栏杆顶，现在有一整棵树。牛奶在门口挑了半天，黑风由围栏走了一圈，回来说了2个字：好。雷欧走到院子中间，转了发线圈，趴下来说13年了，第一次在太阳下面睡觉。长条第一次全身晒到太阳，说毒牙没了，但还能晒太阳不亏。老严从壳里伸出头，说这里有点像海南，没有海，但是有地。刘星站在草地上，把头抬起来迎着风，说草不一样，风也不一样，但站在这儿心里踏实。以前在实验室里，所有的记忆都是数据，但在农场，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名字。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物来，更多的故事发生。那就继续记，记满60个故事，给他们每个人写1集。 60个够吗？那就写到写不动为止。行，写到写不动为止。这是第1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说。谁？老同志辛苦了，不辛苦，有猎枪。今天没采鸡窝，表现不错，晚上给你加餐。俺本来就没想采。沈棠女士，放弃省城实验室的工作来到这里，你有没有后悔过？没有犹豫。在省城每天写论文，不知道救过什么。在这里，我知道每一只动物的名字。刘星的右太腿里取出来的碎骨片，一共有4块。小雪第一次自己抓到田虎，是在来农场第47天。多吉走出笼子那天，是来到农场的第8天。别删嘞，剥花生呢！你那花生剥了半个时辰还没剥完，你管我？不管，就是替你着急。今天人好多，我要喊是家了。政府批地了，动物城要扩大10倍。够大？不够，以后还会来更多的。太小。他说窗户太小，他想能看到山坡上那2棵树。窗户尺寸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考虑到东北冬季的保温需求，窗户面积不能超过墙体面积的15%。他说他住过3年笼子，那个笼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通风洞。中。南北320步，东西180步，够用。这块地够跑一辈子了。这棵树是后山的一部分，一根树枝都不许卷。要求在后山旁边的树上装一个专属鸟架，理由是方便监督阿毛剥花生。别惯着他。这不是惯，有了固定位置，它就不会到处掉鸟屎了。得防潮层再加厚地，东北冬天它潮。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窝。这不是窝，这是家。你真的能听懂动物说话吗？你猜？能。你中午吃的是韭菜盒子，味儿挺大。他说他喜欢你。他说谎，但他是好人。好人是什么？就是把韭菜盒子说成喜欢你的那种人。你说谎越来越自然了。不是谎，暴雪确实喜欢那个小孩，韭菜盒子那部分是谎。那就是半个谎。半个不算。谁讲？暴雪讲第1课吧。那就讲讲怎么在没有笼子的地方活着。他说什么？这个我上了3年。他说他来教。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动物吃苹果。东北虎国家1级保护动物，它的左前腿有陈旧性骨折，后腿有3道鞭伤疤痕。它是从非法马戏团被解救出来的。它的行为模式显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逆翻。他以前被人打过，现在不疼了，但他还记得。他最喜欢吃什么？肉。他说肉，各种肉，牛肉最好，鸡肉也行，猪肉不挑。我也喜欢，尤其喜欢王婶做的排骨。
那傻狗也喜欢，上次把我鸡窝踩塌了。看情况。它会不会咬人？你要是给它挠下巴，它不咬；你要是偷它的肉，它也不咬，但它会记得。你上次偷了它一块排骨，自己心里有数。他说不会，他对人很友善。这是学费，给你的。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动物行为学课堂，比实验室里强。强多了。实验室里没有小孩给老虎送苹果，实验室里也没有老虎肯用鼻子碰小孩的手背。妈，这个能吃吗？这是学费，不能吃。学费是用来干啥的？用来证明人跟虎是可以坐在一起啃同一颗苹果的。那我也要收学费，收肉。你不是助教吗？助教也有工资。你信他后悔了？他在里面学会了做木工，系了一只木头鸟，比真鸟听话，不会在他办公室屋顶放录音。你信他吗？不重要了，我现在有肉吃，有太阳晒，有只豹子管我叫妈，跟我没关系。他对动物做的事儿，不是一封信能抵消的。不提他了，外面下雪了。那个写信的人是谁？一个以前认识的人，不重要。他写了什么？他写了对不起。那你咋说的？没说。他欠的不是我这一句。河北那边查了一个非法养殖室，其他动物都分流完了，就剩这只死活不肯进笼子。救助站实在放不下了，能分流一般是一只。来吧，200只和199只没区别。区别大了，饲料预算要多算一份。这里没有绳子。你现在也会说这种话了？是你教的。巡逻的时候，你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没有笼子。吃饭，再不来排骨没了。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也是。别嘚瑟。我听说这里有个能听懂我们说话的人。我从山里边走了3天，腿很疼，能不能在这里歇一下？别怕，歇多久都行。不受加夹伤，至少3天，但没伤到骨头，能治。山被砍光了，猎物跑没了，实在活3天，躲过了2个不受夹，还是踩中了第3个。那就留下来，这里不缺你一口吃的。我没啥本事，不会看门，不会巡逻，不会抓田鼠。看到院子里有鸡窝，但我没偷，不是不想偷，是腿太疼了。没关系，这里不要求本事，只要求活着，好好活着。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不用走了。有人说这是动物的家，不对，这是我们跟人一起的家。